完全崩溃了，都是些解决不了的事儿。在时局里呢，你的家族处境艰难；在家族里，你的处境艰难。这我很能理解，也感同身受。但是我听一个高僧说过啊，就是人在这个前进和后退都没有路的时候，不妨往旁边让一步，也许就海阔天空，柳暗花明了。你怎么就老能遇见高僧呢？那你说我往哪边让？我说的呀，这个它只是一个隐喻，就是人在面对艰难的时候要懂得自我调试，把难题看轻看淡，这是一种调试方法，对吧？你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事物上，这也是一种调试方法。这都是境界上面的话题，我没你的境界高，你就告诉我我应该怎么解决不就行了？这样吧，我啊陪你出去散散心，咱们看场戏。咱们就且看那戏曲里的这个儿女情长、悲欢离合。太太，太太，太太，什么事？老爷刘汪先生用饭，请您下楼作陪呢。我就不下楼了，来的是男客人，我没有要说的话，就让老爷一个人招呼吧。我的饭还是送进屋里来吃。是。小叔，哦，去哪儿？少爷回来了啊。那个汪大夫还有张大夫啊，来给太太瞧病来了，已经瞧完了，现在在厅里头正说话呢。老爷吩咐让留饭，您赶紧进去，回头陪饭。我上馆子叫菜去了啊。叫菜？出去叫菜啊？大师，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陆府的待客菜是名满京师的，还用出去叫？我们家厨子干嘛呀？哎呀，我的少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咱们的厨房啊，自打老太太过世，就打发了一大半的人。跟着上海来的这俩呢，原先呢都是打下手的，那还哪能做得出来名满京师的菜来呀？我还真不知道这些。哦，对了，少爷，人汪大夫说呀，没事让您陪着太太勤去看看戏。看戏？太太不爱看戏。哎，人家汪大夫说了，看戏呀，对病人治疗特别有好处，尤其是对这个心情抑郁的人，常看看戏，能够分散注意力，能够扩大这个外交，多认识朋友，减轻思想压力，散治心智。哎呀，总之反正我也说不清楚。散发心中的郁闷。对对对，完了人家大夫啊，人家会跟您详细的说。那我去叫菜去了啊。你去。这医生说看戏还是有这么多的好处的了啊。先生回来啦。来了。哇。哎，芷英。天冷了，这天晚应该更冷，没冻着吧？哎呀，没事儿，我穿得厚，别担心啊，不冷。陆府的病人啊，情况特别，让你久等了。这些医治病得以病人的时间为主，我多等你一会儿，算不了什么。芷英啊，你真能体谅人。我啊，最能理解做医生的妻子得认命的道理。小的时候呢，我每天就陪着我妈等我爸，这10天啊，要能等到1天，那算是运气好上天了。那个时候啊，我妈就跟我说，要么呢就不要嫁给医生，嫁了医生啊就得认命。哪知道我最后还是嫁了你这个医生，这不得认命吗？我才是运气好的不得了，娶到了像你这样的一位懂得体谅医生的好妻子。能有一个人啊，天天的等着自己回家，那种感觉啊，别提多幸福了。我刚才还劝张红也赶紧找一个爱人。我倒也奇怪，说是张大夫条件也挺好的，怎么到现在还是单身呢？
你别看张红性格内向，但是啊，他对爱人的要求却很高。哎，你说咱们把联军介绍给张大夫好不好？二妹不是年后就过来了吗？联军？二妹，这一路上坐船也挺辛苦的，还有时间，你要不先睡一会儿？我不辛苦，是大嫂辛苦，那么大老远的，还亲自跑到码头来接我。这有什么呀？做大嫂就应该的，你可不许再客气了。咱们现在呢，先回家里，你把东西收拾收拾，也休息一下。等你精神好了，我带你来上海城逛一逛。上海城可多好玩的呢。好。我听你大哥说，你这是第一次来上海。啊，那是该好好的玩一下的。王大夫，您辛苦，又让您受累了。嗨，应该的。对了，陆少爷，这副药啊，先服上3天。3天以后我再来复诊。哎，辛苦您了啊！您走好。好，留步吧。哎。王大夫慢走。好。大婶，去为太太抓药吧，看她服下。太太应该是没什么大碍的，那我出去散散心。是。太太，二小姐，二妹当心。以后啊，这就是你自己的家了。你这一路上也辛苦了，一会儿呢就回房休息休息。哦，你大哥有病人，但是他会尽快回来的。进屋。阿好啊，奉茶。哎，快进来。二妹，先坐会儿。二小姐，我叫阿好，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做。二妹，坐，先喝口茶，暖暖身子，歇口气。哦，你的房间啊，我早就收拾好了，一会儿呢，你仔细看一看，有不满意的地方，我立刻就改；有缺少的东西啊，我马上就去买。大嫂，您太客气了。我没客气。我说的啊，可都是真心话。这房子啊，只有收拾的让人称心满意，大家才能高高兴兴的过日子。皇上的事儿，上海的每一家报纸都在批评，好像大部分的人都已经预料到了，但我却希望这不是真的。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啊！表面上看，皇上是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出任执政，其实就是日本的傀儡。1月28号，日本攻打闸北，侵略者的企图完全暴露无遗。我已经写信给我舅父了，告诉他们，日军攻打上海，但是却没有回信。皇上的情形不容乐观。按预估，经过国际调停，日本会从闸北撤军，停止对上海的攻击，但他们绝不会从东北撤出来，更不会放弃对皇上的控制。谢谢，麻烦你了。这里能看到外滩的风景，西餐也做得好，是上海数1数2的大饭店。有外地的朋友来，我总是先请到这里吃一顿饭，不仅能够欣赏外滩的风光，也能品尝别的地方还不太多的西餐。谢谢。两位请选用。二妹喜欢什么？大嫂点吧。
2份 A 餐，谢谢。吃过饭我就接你到上海最大的书店去，就委屈你自己在店里看书买书。我一做完节目，立刻就过来接你。晚上我的爸爸妈妈要请吃饭，咱们一块儿过去。书店我倒是想去的，不过嫂子就不用麻烦来接我了，我一个人回家就可以。还是等我过来接你吧。不用了，您做完节目一定已经很累了，赶紧回家休息。我一个人回去没问题的。那好吧，但你自己可一定要当心。晚上我的爸爸妈妈还要请你吃饭，我等你一块儿过去。你们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别客气了，都是自己人，以后啊大家互相照应。你进学校洗衣，将来是能帮汪华大忙的。我的爸爸已经在准备退休，也准备把整个安吉堂交给汪华，人手太重要了。大嫂，您真好，一直为大哥打算，而且还想得那么长远。我的观念是啊，既然嫁了他，当然什么都得替他打算。大家做长远夫妻，当然得想得长远。我大哥娶了你，真是有福气。我得回去写作了。这国家大事呢，无能为力，只能把自己想写的书写好，也算是体现我个人存在的意义。这一点我可不及你。我也找些事儿排遣一下情绪，忘却一些烦恼。你回去忙吧，我反正闲人一个，没事可做，多喝杯咖啡之后，逛书店，看一场好戏，把时间填满了，这烦恼也就不用去想，是吧？看戏能使人暂时忘却纷扰的世事。哎，你现在这情形倒是启发我了啊！我可以在我的戏剧史里头专门增辟一个章节，就论述这件事儿。好，我可以把我的心得提供给你啊。好啊，陆少的艺术感觉那向来是一尘不染，点评不落潮旧，还真是很值得推敲的。哎，以后啊，你完全可以自己写戏评。我哪儿行？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不行啊？没准你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别开我的玩笑了，忙你的正事儿去吧。不是，我还真不是开玩笑，你得用点心思啊，没准你会觉得这是一件挺有趣的事儿。那我先走了，你慢慢享用吧。我也能写剧评。先生，给我一杯浓的咖啡。好的。二妹，这儿的 A 菜特别好吃。二妹不是在看那位英俊的先生吧？怎么样，上海的男人还算有派头吧？大嫂，我没有看他。你不看他，那看谁？周围还有比那位先生更出众的。其实我是悄悄跟自己打了一个赌。跟自己打赌？打什么赌？我在想，那位先生会不会将掉在地上的餐布捡起来？捡起来之后，会不会将它清理干净，摆回原处？哦，原来是这样。那结果呢？你输了还是赢了？我赢了。直觉告诉我，看来这位先生的表现正如你希望，很让你满意。什么满不满意的？跟他都不认识。这一见钟情这成语啊，就是专门为那些以前不认识的男女准备的。妹妹，你该不会对那位先生一见钟情了吧？要不要过去认识认识？大嫂，你真坏，净拿我开玩笑。不过我也在好奇，要是那位先生的表现不如你所愿，你会如何？我会自己过去把餐布捡起来，因为
我看不得白色的东西被弄脏一点点。看来二妹是有洁癖。以前我一直认为我这一点很奇怪，不过今天看来，那位先生和我是一样的。对了，大嫂，我刚才看见他将餐布上一根头发拿下来了。二妹看的还真仔细。夫人，这2天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我总是吃过晚餐就犯困了，可不知道为啥，这闭上眼之后呢，反而是一幢幢的事情就出现了。这些个都让我想得明明白白了，也没有什么特别难受的感觉，可不知道为啥就是睡不着。那您入睡以后会不会做梦啊？记不清也分不清了，有时候醒着想的事儿就跟做梦一样，可有时候睡着了，梦到的事情又跟醒着的时候一样，分不清。好，那我重新再开副方子，换上几味药，咱们再服上3天看看。你好，我要这本《云淡天高》。小姐，你眼光真不错，这书在我们这儿卖的挺好的。我忘记带钱包了。那很遗憾，小姐，我想它会很快卖完的。这几本书都有了，包括这本。哦，好的。哎，小姐，小姐，这是你要的书。什么意思啊？我估计你是忘记带钱包了，所以买了这本书送给你，拿着吧。可是我并不认识你啊。我们见了2次面了，一次是在饭店，一次是在这里。1天之内不期而遇2次，也算是有缘分。这本书送给你做纪念吧，请收下。哦，谢谢你。再见。哎，先生，先生，谢谢你帮助我。我可不可以问你要地址，好把钱还给您？区小事，一本书而已。要不下次有缘的时候我们再见，你再还给我好吗？什么书啊？你看得那么入迷？哦，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作者是谁啊？作者是一位女作家，留学法国的。留学法国的？啊，对了，她还是大学的女先生，很了不起的一个人。那应该是才女了。她什么名字啊？秦燕。秦燕。对了，书里有她的照片。先生，要车吗？要不你先唱。哦，我坐电车的。我有事儿，我先走好吗？再见。去吉安剧院，再见。再见。那你这边请。好。
好，王大夫您好走啊。大管家，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啊。哎呦，不敢当，不敢当。王大夫有事您尽管吩咐。是这样的，我想跟你们家少爷详细的谈一谈有关于老夫人的病情。我如能确实的掌握病因，对症下药，就更有治愈的把握。可是少爷他不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那不要紧，就麻烦你转告陆少爷一声，请他有时间的话，务必到安溪堂来一趟。今天要是来不及的话，明天也可以。好，一定，我一定转告少爷到你那儿去一趟啊。对了，那个药啊，记得一定要用文火去熬。才知沙土怪王君兰真待我是真心意，我岂能还他一片心？我虽无相见，情还情，娘子贵人。你要关注一下那个小云仙。那个小云仙的戏很精彩。他没演，他就是我。这话怎么说啊？他被严兰珍盘问的没法应付，不知如何是好。他缩着脖不敢看他，他心里直发慌，额头直冒汗，他人往后退，但是没有退路，无处可逃。他慌得他眼皮儿直跳，眉毛直抽。这是谁？这就是我。能让你身临其境，说明确实演得很精彩。他没演，他就是我。他不认识你，他在台上的表现也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好演员。我跟你说，他没演，他就是我。换句俗点的话，我跟你讲吧，他有可能是我前世的双生兄弟，你明白吗？这样我们才能心意相通啊，他能明白我的处境啊。不，他是不是你这个前世的双生兄弟啊？这问题太悬，这我解决不了。但是听你这么说呢，我对这个小玉仙倒还真是十分感兴趣。他真就是个戏精，让你这么走火入魔的啊？不行，我得亲自瞧瞧去。看他的戏我就陪你，其他人也就罢了。就看他的戏。请，走。我岂能负他一片心？我们走吧。去哪儿吃饭啊？
是吧？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叶仙呐，你怎么还没换衣服？赶快换好。哎，小神仙呐，真不容易啊！一位很有名的剧评家在夸你，只要他写上一篇文章，往报纸上这么一登，你准保红上半边天啊！玉仙呐，是这样，有人呢夸你戏唱得好，邀请吃饭，赶快换衣裳啊！还傻愣着干什么呀？啊！二妹，大嫂，都8点了，你肚子也该饿了。我看这样吧，别等你大哥了，我们先吃饭吧。别，等大哥回来一起吃吧，我不饿。唉，他准是又碰上了棘手的病症，得费时费心了。大哥真是够辛苦的，一天到晚没有片刻休息。坐吧。是啊。病人多，这安济堂的事儿也多，哪能休息呢？大嫂，我想明天去安济堂帮大哥的忙，帮他分担一些辛劳。这倒也不用那么着急，你呢，还是先熟悉熟悉上海，多做些各方面的准备。而且呢，你要进学校籍，就得参加考试，你得有充裕的时间准备考试呀。大嫂，考学的事情我打算放弃了。为什么呀？我了解了一下考试内容，几乎每一所学校都要考数学和英文。可是这2门功课，我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根本无从考起。怎么会呢？我没有进过正式的学校，小时候只是在私塾读了2年。之后便都是自学的，若是考国文或中医，我就有把握。这个问题还真把我给难住了。这样吧，待会儿呢，等你大哥回来，大家商量商量，让他替你想想解决的方法。哎呦呦呦呦呦，这是怎么说的啊？让2位久等了，见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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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客气客气。见一下，赶快见过荣先生、陆先生。愣着干什么？赶快见礼啊！见过荣先生、陆先生。这陆先生一定是觉得这台上那英俊潇洒的小生怎么就变成如此婀娜的女子了？啊，很吃惊。哎，请坐。哎，来，坐吧，别站着了，坐。小顺儿，这少爷一整天都没露面了，太太问呢。是吗？什么事嘛，问你话呢？啊？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啊。哎呦，这自从来了上海，少爷还没这么晚回来过呢。哎，你说，该不会遇到什么事儿了吧？快呸，别瞎说。估计是跟荣少爷看戏去了。看戏？这看戏也该回来了呀。难不成看完台上还要看台下？别又像10年前那样迷上什么水姑娘、陆姑娘了吧？哎，你别瞎说这事儿啊！但愿是我胡说，不然呀，这个家又不得消停。哎，你说少爷也是啊，这不陪着大夫给太太瞧病，自个儿逍遥去了。
哎，怎么总也长不大呢？你说？春梦姐，啊，要不你回去陪太太吧？你看你在这儿，她灯都不亮。嘿，这灯不亮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是。哎呀，行了，我走了，弄得我直晃眼。你看你一走，它就亮。哎，这几年这个越剧啊，在上海很受欢迎啊。稍微著名的戏码在戏院演出都座无虚席，很多人都推崇你有眼光，率先是把这个越剧引进到戏院演出。荣先生，您可真是大内行啊，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当初啊，我想把越剧拿到我的戏院上演，许多人都劝我说：“别傻了，啊，准赔钱，谁看呢？嘿，啊，啊，只有在戏院里上演京剧，啊，这京剧呀，它戏码多，名角多，观众也多，啊，这个，哎，我的戏院上演京剧有一定的底子了，要是改成越剧，上不了座，新观众不来，老观众跑了，啊，怎么办？啊，嘿，饿饭哟。可是我心一横，不管怎么说也得试试看，啊。哎，这勇于冒险、开风气之先，往往是成功的。你这种冒险精神啊，肯定会流入史册。我写戏剧史的时候，肯定好好写上一笔啊。这个越剧从野台到戏院，得益于冒险，而这种成功的冒险，往往决定了它的艺术价值。哟，谢谢，谢谢您了。哎呀，您是高高在上的专家，我是混口饭吃的小商人，给您说的这么一好啊，我可真是这个三生有幸啊，三生有幸。哪里，不，正是这个越剧受欢迎啊，确实很值得研究。它是非常有特色，而且它的那种风格啊，和京剧是截然不同的。对喽，这京剧呀，是由男人扮女人，这越剧呢是由女人扮男人。哎，妙就妙在这里。哎，这个男人扮女人，他比女人扮的还逼真；女人扮男人，比男人扮的还受欢迎。哎呀，这戏呀，就是这么迷人哦。哎，这点还真是很值得研究啊！哎，我正好要请教这个小云香小姐啊，你说你是扮生角扮男人，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对不起，云仙，云仙，荣先生问你话呢，好好跟荣先生说。小仁仙啊，啊，荣先生问你是怎么演生角扮男人的？是师母教我的。也对。小仁仙，你真是老实的可爱，不会说半句假话。哎，这也是你班主调教的好啊！啊，笑坏了，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啊，可爱的孩子。我有事儿跟你说。你让我陪二妹去安济堂，可我这儿还
还替二妹担着很大的心呢。为什么？怕她应付不了。你看，她又没出去做过事儿，连学校都没进过。慢慢学嘛，啊！是家里的事情耽误了她。怎么说？当时啊，父亲有点重男轻女，不怎么赞成女孩到外地去上学，而且母亲又多病，他不忍远离，也就不争取上学，留在家里照顾母亲。他自己读了许多有关于医学方面的书，并不是受我的影响，而是因为母亲有病，他想治好母亲的病。真好，二妹真孝顺。可我却觉得惭愧啊。以往我外出求学就业，很少在家，照顾母亲的事儿，全由他一个人承担。那现在我们就尽量对她好。二妹她个性很强，脾气很倔，有些事情啊，嘴上虽然不说，表面上柔顺，可是骨子里却坚持。单凭她的字啊，你就能够看出她的个性。不过，这些都是没有大碍的事情，注不注意都无关紧要。眼下有一件你一定要注意的事儿，我得告诉你。好，你说，我会记得的。母亲去世将近2年了，最近啊，有不少好心的人上门来劝父亲续弦，也有不少来做媒的。二妹她一向孝顺母亲，所以一直反对。这嘴上虽然不说，可是心里却是不愿意去面对。这续弦又不是纳妾，二妹何必那么计较呢？在她看来，续弦就是背叛，是父亲对母亲的背叛。这是不是也太极端了点儿？二妹她一向严于律己，这样的人啊，免不了对别人的要求也高，尤其是在感情上。现在我算是明白了，难怪啊，她会搬到上海来。是啊，她接受不了父亲感情的旁移，就索性避开。对了，志英，你以后千万可别在她面前提起有关于父亲续弦的事啊！哎，你听见了吗？哦，我明白了。好，睡觉。你说你这个啊，不说话也不吃菜，光埋头喝闷酒，能不醉吗？我可能是真醉了。要是不醉的话，我怎么能再见到水姑娘呢？水姑娘是跟西山的红叶一起凋谢的，10年了。让我记得没错吧？嗯，没错。那小云仙是谁？莫不是水姑娘没死？水姑娘走了10年了，上天堂了。说不定是水姑娘从天堂回来了，这次不唱大鼓了，唱越剧了。可她怎么知道我在上海呢？你告诉她了？我到哪儿去跟她说呀？那水姑娘在天堂呢，回不来了。那小运仙她只是长得像水姑娘而已。我知道她回不来了，可我在梦里见过她好多次，但是我只是害怕睁开眼睛，因为一睁眼，她就没